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事实证明，属于王一博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难道他真的实现了从流量明星到演技派的转变了？先别高兴得太早，看一看这一次他演的角色就知道，其实他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热血少年原本辛苦卖艺，却被点燃心中的理想，渴望站上更大的街舞舞台。不得不说，这样意气风发的街舞少年，放在内娱，王一博绝对是不二人选。男团出身的他，前期就是靠着舞蹈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这次的热烈给他挽回了不少口碑，但这花团锦簇下却暗藏危机。属于王一博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01从古城走出的街舞少年，从一开始，街舞就紧紧地和王一博联系在了一起。或许有人喜欢的是洛阳古城中肆意起舞的白牡丹，或许有人喜欢的是天天向上舞台上不善言辞但跳起舞来闪闪发光的天天小兄弟，或许有人喜欢的是这就是街舞中人人称赞的街舞少年。无论你是从哪个瞬间喜欢上的王一博，你都不得不承认，舞蹈是他的舒适区。有人说他是天生的舞者，但也有句话叫做熟能生巧。其实一开始，对于他练舞这件事，他的父母并不支持，并非觉得跳舞是没用的东西，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是因为当时的王一博身体并不能支持他做剧烈运动。有次因为练舞过度还进了医院，但他真的很喜欢舞蹈，也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每一秒。在他获得街舞比赛的头筹时，被艺人公司选中成为练习生。那时的他才上初中，面对是继续上学还是去追梦的两难选择。看到现在的他，想必不少人已经清楚，当年的他到底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跳舞能当饭吃吗？王一博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凭借日复一日的练习，他成为了公司力捧的男团成员。但可惜的是，当时市面上的男团实在是太多了，他所在的男团并不具备竞争力。没多久，团队就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但王一博并没有像剩下的组员一样，成为娱乐圈默默无名的小透明。他被天天向上节目组选中，成为一名主持人。当年为了给节目增添新鲜血液，节目组特地找来了17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在节目中活跃气氛。到最后，留下来的却只有王一博。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关系有多硬，而是因为他舞蹈跳得最好。自此，这位街舞少年的身上又添加了一个标签：主持人。舞台上的他没有汪涵能说会道，也没有大张伟的幽默风趣，甚至不能像前锋一样扮个丑角逗大家开心。虽然很多人表示他站在舞台上只是凭借帅气的外貌当一个吉祥物，但拦不住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2019年，02流量终会迎来反噬。《陈情令》的播出让王一博一夜之间就登上了顶流的位置。都说人走红了之后身边都是好人，可他迎面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由于他和肖战在剧中的兄弟情十分感人，所以不少人到了戏外也希望两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当时不少人同时喜欢他们两个，也因此两人总是会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部剧的热度很久都没有过去，有不少粉丝都积极地对剧本进行二次创作，通过各种形式猜测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改变却惹怒了一些粉丝。由于作者在文中将肖战想象成了一位女子，引发其粉丝大规模不满，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在抹黑自己的偶像，于是纷纷举报了原作者，连带着平台也进行了关停整改。粉丝是动心了，
但是一直在平台上发布文章的其他无辜作者和喜欢小众文学的读者可就惨了。因为一个自己无感的明星毁掉了自己的一片净土，这导致大家直接将无处发泄的怒火都放在了肖战身上。不仅扒出了他过往的一些不当言论，还找了一些生图说他丑，说他现在的顶流位置是德不配位。甚至有不少人跑到他代言的品牌方处，要求换一个代言人。而一直和肖战捆绑的王一博也没能幸免，被一些粉丝怀疑这样大规模的恶评是他在背后捅刀子，是他有意为之。两人红也是一起红，被黑也是一起被黑。王一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没能幸免，网传他当时被黑了8天8夜。其中有怀疑他整容的，有怀疑他和要来千金齐美和谈恋爱，背后有大佬支持的，还有人说他阴阳怪气前同事，说自己是偶像，和身为演员的肖战不一样。这一场沸沸扬扬的闹剧，让他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脱粉。那或许是他的至暗时刻，尤其他与赵丽颖合作了《有匪》后，吐槽他面瘫演技、双眼无神的人就更多了。与此同时，肖战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虽然和杨紫合作的电视剧预热了很久，但播出后却基本无人问津。2023年，肖战拿出了梦中的那片海，不再沉浸于偶像剧中的他得到了不少的赞赏。他在剧中的演技有了明显的提高。反观王一博，先是搭档一群老戏骨拍出了一部电影《无名》，不出意外，他青涩的演技在一众老戏骨的对比下相形见绌，被人说是仅粉丝可见的演技。没想到他又拿出了一部《长空之王》，一上映就差评一片，男主的人设拉垮，剧情也老套不堪。热烈的上映终于让不少人都看到了他的付出与努力，但没想到的是，他却又一次因为没文化将自己的好口碑败得一干二净。03绝望的文盲。在热烈的路演中，王一博对电影的解读再一次让大家想起来什么叫做绝望的文盲。我只享受了拍电影的过程，电影的结果如何与我无关。这样的发言无疑让不少人感到疑惑，作为主演之一，为何觉得电影的结果会与自己毫无关系？其实他真实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是自己在演戏时已经完全投入了，自己并不会因为结果的好坏去放弃自己的坚持，他不会受外界的干扰，只想给大家带来优秀的作品。但这一次他的话还是被大家给误解了，甚至有人对比导演大鹏在旁边的表情，说他听到王一博的话迅速黑脸。但事后导演也站出来做出了回应，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或许这一次他真的只是词不达意，但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人想起来他之前的绝望的文盲事件，在电影《无名》的发布会上，他就因为不知所云的发言遭到了观众的嘲讽。请问饰演叶先生这个角色的难点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遇到自己饰演的角色，你想对他说句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我见不到他。这样的回答不得不让人觉得他的肚子里真的没有多少墨水。官媒的一句绝望的文盲，能够演好戏吗？一下子揭开了他的遮羞布。原来这位勇闯娱乐圈，月薪上百万的顶流只有小学学历。有人指出，他这样浅薄的回答还不算什么，毕竟他连字都没认全。最经典的就是他写到此一游时，有2个字都因为不会写问了旁边的人，最后游字还写错了。一直以来的乙字、塞翁失马的塞字，都处在他的知识盲区。当然，他也不是只有语文水平不行，他连常识都不太清楚。把湖南省说成城市这件事，让多少人都觉得离谱。而他之前一直担任主持的《天天向上》，也因为他的学历将他拒之门外。主持人需要持证上岗，
而他却连考证的资格都没有。到底是顶流还是笑话？看了很多王一博的粉丝对于他学历低这件事的评价，很多人会觉得他在舞蹈上的造诣早已取代了他学历上的不足。但他现在不仅仅是一名舞者，更是一位演员。学历并非一名演员的必需品，娱乐圈从不缺乏学历不高的人。例如草根出身的王宝强，他学历高吗？但为何大家从不取笑他的学历，反而觉得他是个实力派演员？那或许因为演员需要对剧本和人物有深刻的把握，需要有自己的见解。即使是科班出身的杨洋，也因为对角色的理解不到位，遭到了群嘲。在他口中内敛含蓄的张起灵是一个面瘫的角色，这样的理解反映出来的是他对演戏的不认真。而王一博或许真的认真对待了每一个角色，但如果永远说不清自己心中对角色的理解的话，相信诟病与嘲笑他的人会越来越多。04未来可期的他，热烈和孤注一掷同期打擂台，不禁让很多人将王一博与张艺兴放在一起对比。同样都是科班出身，同样都是舞蹈王者，两人的对比性确实很高。从票房对比来看，张艺兴这一次明显赢了。要说张艺兴也是娱乐圈中黑料缠身的存在，甚至还有一批专门嘲笑他的人叫做朝阳区群众。但现在的他早已今非昔比，凭借一出好戏和孤注一掷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相信王一博也能从完美偶像顺利转变为实力派演员。热烈的他，未来可期。